2020年1月份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疫情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北京，我当时只是不想回家过年，然后就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北京和我一起过年，结果他来了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然后武汉就封城了，那要是他感染了，那我就陪他一块儿吧，除了这种方式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大家好，我是核桃，我是一名跨性别女性，然后我是一名摄影师，也是一名独立的纪录片导演。其实疫情给整个跨性别社群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挑战，因为我当时也算在第一线嘛，然后有很多伙伴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学校，他的一些家里的药品可能就被父母翻出来了，然后就被迫出柜。在这样的环境下遭遇了，比如家暴啊，甚至有的被送去做扭转治疗，也不是说疫情以前就没有，而是说在疫情过后，你会发现它真的呈现的比例会比以前高很多。我觉得我跟家人的关系会跟以前还是会挺不一样的，就虽然说这可能不是疫情带来的，但可能是因为我在疫情期间确实经历了很多吧，尤其是疫情期间，我看到了很多跨性别和家里的这种矛盾。所以我在反思说，我当时是怎么跟我父母出柜的，然后我的父母是怎么接纳我的。我其实也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，也会觉得说，我的父母能够接纳我，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。他们在背后也做出了很多努力，也去搜索了很多知识，也在内心做了很多的建设，也经历了很多痛苦难熬的时刻，所以最终才能接受我的身份。所以后来我慢慢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过后。我也觉得说，我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支持，更多的陪伴。在疫情期间，确实工作压力更大了，然后你遇到的社群当中的招亲事也更多了。一开始就是线上办公嘛，在家里正好桌子那么大，然后食物又充足，然后又不用去线下坐班。结果后来发现一点都不好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长期见到你的同事，你也不知道你同事的一个工作状态。同事也不知道你的工作状态，你们只能通过腾讯会议去沟通，就失去了很多那种平时有的连接，也听不到很多同事的近况和八卦，所以那种工作氛围上的支持会少很多。而且因为那种疫情不在一个地方办公，所以那种同事之间会产生一些隔阂，会有一些误解，然后慢慢的可能在电话中会沟通的越来越累，再加上那段时间。因为不出门嘛，也没有什么运动量，然后呢，每天因为焦虑，不管是疫情的焦虑还是工作的焦虑，会吃很多，所以那个时候体重急速的增长。我觉得整个疫情可能刚开始那半年就胖了有30斤，所以就蛮可怕的一个状态。就有一天我在上楼的时候，我们家住6楼，然后我爬到4楼，我就开始喘息，就是大喘息。我就觉得说这样下去我就不行了，我的身体肯定。会废掉我才20多岁，我就不希望自己就这么早的就报废掉，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开始想要找一个体育运动，然后当时选的就是骑车。一开始想的是，哎，正好可以从家里骑去上班，然后再骑回来，每天可能10几公里可以去锻炼锻炼。后来发现，哎，骑车真好玩，10几公里感觉根本就不够，然后就跟朋友一起，周末去北京的郊区，可能那个时候就要骑100公里。到后来有一次国庆节的时候。我从北京骑到石家庄，又从石家庄骑到了河南，然后又从河南骑到了武汉。对，那次骑了4、5天，骑了780多公里。